一个人动手装修房子多久会放弃？1个月、1周还是1天？为了得到答案，我开创了这个频道，挑战独自一人装修一套房。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可能有人会问，现在的装修工艺技术这么成熟，为什么还要自己做呢？其实我看很多国外的家庭都会自己装修房子。有些国家的装修 DIY 的环境很友好，人们都可以在家附近的工具商店里面能够买到标准化的，同时分类很清楚的工具和建材。那像我们这儿，我们有这么成熟的电商平台，他们可以，我们一定没问题。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自己一个人来做呢？我关注了很多自己装修房子的博主。当看到那句话“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的时候，这句话太有吸引力了，我一定要试试。我有一些设计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施工包括拍摄、剪辑都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把这些自己不曾学会的知识和技能一一掌握，这本身就很棒，不是吗？OK， 那么现在我要来介绍一下，如果你也想去装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第一个，我建议你去系统的学习一些设计相关的知识，比如我自己，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设计工作。那么一个好住的房子，它会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采光、暖通、气流组织设计等等等等。那么至少在这方面需要有个概念。那么第二，在施工技巧方面，很多自媒体网站都会有教程和视频，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因为会让你很难开始。很多时候做着做着就会明白该怎么做了。那么第三点，你需要去采购一些工具和一些防护的设备。同样，我的建议是也不要把所有的工具全部采购全再开始。我建议可以把拆除和水电改造相关的工具先准备一下，原因是这两个活都挺苦挺累的，你很有可能在这两个阶段就坚持不下去。那么第四，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列成一个计划，按照计划去实施，每一天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第五，最重要的就是坚定的信心，因为这事儿真的挺难的，你必须要坚持下去。从这期开始，我们频道将会以 vlog 的形式记录整个装修过程。我会把每天做的事情、关于设计的一些思考，还有施工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大家分享。另外，装修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重要的人。那么下期我们将会去介绍一个装修开始前你将会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谁呢？下期我们揭晓。那么回到刚开始的那个问题，一个人动手装修房子多久会放弃？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我相信整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也一定会有很多时候会坚持不下去。但我在这里暗自下定了决心，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要对自己说，我是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